老铁，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碰到你不认识的东西，你该怎么回答才能不让自己露馅，同时又能显得有逼格呢？如果你不会，接下来可要认真学习了。巴雷特中局 M14 AWP 我的最爱85局。老铁们学会了没有？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是无数菜鸟期盼已久的一天，因为今天终于不用再泡泥坑爬铁丝网了。范天雷在前面介绍着各式各样的武器，下面的何晨光却开始当起了家豪。对于从小跟着爷爷打靶的何晨光来说，眼前这些武器他早已经烂熟于胸。范天雷向菜鸟们表示，虽然他们在原部队都是精英，但到了这里全部都要从新学习，因为在范天雷看来，野战部队的狙击手远远没有达到他对狙击手的标准。这话一出，菜鸟们脸上挂不住了。王彦兵第一个打报告：如果我们都不符合你狙击手的标准，那请问您狙击手的标准是什么？范天雷只是淡淡的笑了，并没有回答王彦兵的问题，而是反问了大家另一个问题：你们当中谁打的不是靶子，打的是活人？听完这话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因为在和平年代当兵的他们几乎没有实战的机会。飞行员宋凯飞不服气地表示，如果爆发战争，他一定可以勇敢杀敌。范天雷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反驳，因为现在话说的再硬也只是空话。枪声一响啊，全都拉稀了。他不再跟菜鸟们废话，他直接让单明带众人去换衣服，并表示今天要带菜鸟们开开眼。众人回到营帐开始换常服，今天难得没有安排训练，这气氛反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何晨光和徐天龙对视一眼，瞬间想到了同一件事。还聊呢？5分钟以后集合。单明的进来打断了两人的对话，但何晨光心里的猜测越来越清晰。紧接着菜鸟们被带进食堂，随后一碗碗白花花红油油的豆腐脑被端上桌，香味扑鼻，菜鸟们馋得直咽口水。艰苦训练这么多天，难得碰上这么好的伙食。范天雷紧随其后走进来，苗郎一声令下，众人迫不及待地动起了勺子。然而何晨光却一脸沉重，和徐天龙交换了一个眼神后，他看着眼前的豆腐脑直皱眉。王彦兵还以为他没胃口，主动接过他的碗帮他解决。哎，刚才龙跟我说了，别吃超。不能，再来个10碗8碗的也没问题。二牛也帮徐天龙分担了一碗。范天雷站在旁边，热情地招呼大家放开吃，别客气。二牛憨憨地举手说还想再来一碗。王彦兵和宋凯飞也跟着各要了一碗。三人的没心没肺让何晨光暗暗捏了一把汗。吃完没多久，菜鸟们被带上一辆大巴，众人都好奇接下来的目的地。范天雷坐在前面，表示要带菜鸟们观摩一场公安和武警的联合行动，并提出了要求。公安和武警有个大活动，我们是去观摩的，只戴眼睛不戴嘴巴。这次机会很难得，我找了很多关系，大家一定要珍惜。众人更加好奇了。车子开了没多久，眼尖的宋凯飞忽然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。刑场